今天已经下了很久很久的雨，我觉得很久没有去爬山或带大家去旅行，所以我决定今天去一个好朋友的家。期待吗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期待？我觉得就跟我之前想法一样，就是人生可能只活一次，赶快把我一些好朋友抓出来。今天要带大家去看的是，哇，我这个好朋友是一个录音师，也是一个作曲家。好，衣柜，特别吧 ？Go， 期待今天有不一样的旅程。Go。终于来到红树林了。那等下要坐 Uber 到我朋友的家，大概可能还需要17分钟吧。好期待。哇哦，果然离开台北之后，自己的房子都非常的高级。我没想到我的朋友住在这么高级的地方。嗨，哦，帅哥。对，你比较帅的。对啊，这里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我算是有点收藏柜，这边就是像我有工作合作的，然后朋友送的，朋友的作品啊。这个也是朋友的作品。这个是他是网红嘛，然后他们本来就会有一些有的没的的，好，看起来非常爱海贼王。非常对，超夸张，超夸张，这完全是海贼王的小天地。我们来看看淡水有什么好吃。其实我们的美食沙漠，因为阿给还蛮好吃的，只是阿给好像没有外送而已。嘿，大家好，这是我今天来的，算好朋友吗？我们认识多久？我们其实好像认识3年多，这么久了。那别人如果你要跟大家介绍，你算是一个词曲作者，还有词曲作者。这样我以为你是作曲，你会作词吗？会也会。最近也才刚签了韩国的公司，所以其实一直都有在。我的天啊！精进。你要变成韩国练习生了吗？是，我可以学习。那这个影片搞不好以后会大爆红。所以你是一个作曲作词家，那平常呢也算是录音师吗？对，也是录音，那其实也是边兼录音的工作。所以也是电影的配乐师？没那么大，电视剧没那么大。电视剧广告配乐会。不会是思思吧？不是，没有那么老啦。思思一直有在更新啊。有没有？他也不知道，通常我们接下来做了就出去，有拿到钱就好。我们是不管哪一个作品。好，厂商你知道了吧？比较合作过的歌手，有那个大陆的周可文，我跟在林俊杰那边做过。哦，那这厉害，这厉害！你的歌声也很像林俊杰，唱一首《江南》来听听看。不懂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。我的天，他完全不想要做作曲家吧？他可能要当歌手。这个每一个歌手进录音室其实也都需要一个配唱制作人。那个配唱制作人其实如果会唱歌的话，会更方便。歌手或 KOL 或者是网红来的话，是大概多少钱一个小时？录音室1个小时大概1000，最贵的到1600。这种小型工作室一个小时大概800就算很贵了。卖给索尼，其实我们写出来的作品已经是索尼的财产了。词曲作者有点靠运气，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斜杠那么多。
因为你总不能一直靠运气赚钱。一般工作室最起码的小型工作室要具备什么样的东西？通常一定会有一个 MIDI keyboard， 要有电脑嘛。啊，那一般是用那个苹果的。麦克风有名字吗？有，它叫做铁三角的 AT2020。我完全不知道，我知道铁三角很厉害，我只有听过 U87。你听到 U87 还蛮厉害的。为什么会知道 U87？ 对，你知道 U87 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陈奕迅有一个专辑叫 U87， 有一个作品叫《上5楼的快活》，因为他就在5楼录音室，然后用 U87 歌名，所以他的东西我都知道。AT2020是有一次是我在同事家。我就发现这声音蛮适合我的。要知道我和他的声线是完全不一样的哦，所以这如果今天录不好，可能是麦克风 AT2020不适合我，我适合 U87， 适合 U87。是有个监听耳机。哦，监听耳机是你监听吗？还是我自己监听？重要。所以有2个耳机。对，很重要的。转接器录进去的声音，它叫做类比讯号。然后还要透过这个 interface 录音界面，把它转成数位讯号到电脑里面去。这样我们才会有数位档案。对。好有概念。你发现怎么只有贴这样子？对啊，跟这样子而已。要阻挡高频的声音回弹，因为像这种墙壁，其实我们讲话声音出去，它的高频是会回弹，回弹的时候麦克风就会收进去，那声音就变得很奇怪。可是我看别人录音是不是到处都是贴满的吗？对啊，那录音室所以录音室钱多啊。还有一种仪器叫做频谱，它就会四处跑说声音在哪边的频率会多少几赫兹这样子，然后在别人贴这个东西，这个叫贴墙角，是为了挡低频。音乐人他们其实习惯的。我的天啊！小心，天啊！小心。录一首歌大概要多久？你说像你今天这样一小段，对。其实我觉得大概2、3个小时就可以结束。啊，这么久？像我们家做专辑，为什么就要花快1年或半年？有啊，蔡依林花了4年才出一张啊。对，林俊杰跟邓紫棋，我知道邓紫棋他们也录一首歌录了8小时。但我印象中有一个歌手他大概只录1、2次他就走了。谁啊？王菲。那个年代不一样。所以其实歌手在录音室里面可以最任性，他可以先跟制作人说，我觉得我今天声音状态不好，我们今天不要录音。可惜我今天没有办法选择，我就是要录。你知道吗？我每次听那个陈奕迅的专辑，我都觉得他现场唱的比专辑好就太工整，反而失去了他那个感情。对，就是艺人的生死会落在制作人的手上。对，如果今天大家不喜欢我的那个 cover 的话，是他的问题。果然是20岁该有的事情。是一个玩具，所以它可以发光它是没电池的。这一个歌手怎么样？你叫人见过？你叫他老师了？他是前辈啊。你可以你见过他，所以你可以承接他的衣钵。没有啦。要来开始了吗？可以。你想要先开嗓？要怎么开嗓？一开始大家会比较喜欢，就是其实要用丹田唱歌的，其实肩膀一定要放松。当然要放松，肩膀不要动，但是就是让你的丹田，你知道丹田位置在哪里吗？不知道。人身体构造会有人了解。可是丹田那种其实不在戏里面，那个是中医。在我们的肚脐比3根手指头的肚脐正下方比3根手指头。吐气的时候呢，这个要推出去。对，有推出来的感觉吗？有。对，觉得整块腹肌都在动。顺便炫耀一下自己的腹肌。我有发现，如果我练我的下腹肌的时候啊，我发现我的发音会比较稳定。跑步跟肺活量的关系没有那么大，所以你觉得做下腹肌比跑步来的更有用吗？对，大家听懂了吧？请跟我一样练出8块腹肌。我们在声带唱歌，因为声带已经有那个示意图了，对，就是它是需要训练的，所以你声带肌肉训练发达，代表说你控制你声音的那个质量越好，就你可以把你声音抓住的很好。要怎么开嗓？好，像那个动作我们做的这个叫英文会叫 lip bubble exercise。lip bubble exercise。好，听懂了吗？纯泡运动，去稍微压着，就稍微放着就好了，就不要让这边去动它。很多歌手在录音室是轻轻的，然后用你的气去推。我超短的啊。对，有些人会说他录音前一定不吃东西，但其实一定要稍微吃一下。因为这样好饿啊，因为其实我很爱喝饮料，手摇饮。这个喝甜容易生痰吗？我们的 Darren 老师说，一定要吃饱，6分饱，
过后才能唱歌，所以因为太饿了，所以我们叫了 Uber 来吃。才有力气唱歌，你才有力气把声音推出来。对，要有力气把声音推出来。OK，我先试录里面而已。这个版本，其实我应该早一点传给你，所以才处理好。前置作业也要花1天的时间来先帮我们做一个伴奏，大概2天吧。2天？2天。所以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这样的伴奏，所以我会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接下一句。害怕伸出手，装作什么都不想要。声音的那个扎实度要再好一点。哦好，比如丹尼有力，害怕。好，难怪要吃饱饭。最好不能轻松唱就是了。我们把它唱一段之后换一次气。好，再一个自己。对对，基本上面是有没有像刚刚讲的，就是拍子啊，跟换气点，这就是属于比较技术的，要熟悉到它可以融为你情绪的一部分。因为你现在情绪很好，我觉得你情绪都非常好，真的是情绪派的。我的情绪派。还在原地停留，等着你，也等着我记起你暖人头。现在别再犹豫，走进我的心。有啊，这个好很多，你其实领悟很快。多么希望。对，这是假音。对，然后多，你的多是这样子的，我们要做一个动作是多么希望拥有一个你，让我值得存在。你到后面状态越好你教得好，领悟力好很重要。哇，你最后一段反而唱得比较好现在其实前面雕过一轮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好掌握自己的声音。对，有可能是这样子。还有第二个是比较知道音乐在干嘛，因为跟原本的音乐有点不太一样，跟那个节拍器肯定有关系。也有关系。其实你比较有天分。完了，你掌握很快，很赞。那我现在可以跟你讲说我怎么去修这个。很厉害，第一次录音就这样，第一次录音就上手。几天的时间？几天？这一段要几天？没有，因为我还有其他工作我这段很好修的吧？所以好修啊。讲真的，真的都录这么快，其实还 OK。哇，终于2个小时后，终于录完我们的第一 part 的歌曲。对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没有想象中这么磨人。你就调几厘米的那个音差。对，我们工作性质是差不多的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不小心，搞不好下个月我们就大地震，你就死掉了，你会不会有一些遗憾没有做到的？不会啊，因为我自始至终一直都在做我喜欢的。如果你真的很真心的这件事情的话，你一定不会嫌累的去达成它。梦想就是当一个成功的音乐人。音乐人就好比是李宗盛、罗大佑和对，这种周杰伦创作出类似夜曲的周杰伦吗？Darling, just dive right in and follow my lead。我只想嫌弃你。